can't do it. I can't do it. I can't do it. I can't do it. Lord. They shutting down Dollar Tree. They shutting down Dollar Tree. They is. I'm telling you, they is. For real, they is. TikTok 已经停止了在美国的服务。德国多家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做了报道。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TikTok 关闭美国服务，现在看唐纳德·特朗普了。在全美禁令生效前不久，视频平台 TikTok 屏蔽了美国用户的访问。不过，该平台表示，在未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有希望找到解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对短视频平台的禁令生效之前， TikTok 已于周六关闭美国业务，这切断了对该应用程序的访问。几乎一半的美国人都在使用这个短视频平台，它促进了小企业的发展，塑造了网络文化，尤其是在美国。美国通过了禁止 TikTok 的法律，不幸的是，这意味着您暂时无法使用 TikTok。我们很高兴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上任后将与我们一起制定解决方案，再次允许使用 TikTok。请继续关注最新消息。应用程序上的一条消息说道，去年根据美国外国控制在线平台法案，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获得了270天的时间剥离该视频应用。期限过后， TikTok 必须从苹果和谷歌的美国应用商店下架，并失去技术基础设施的使用权。如果美国服务提供商在此日期后继续为 TikTok 提供服务，法律将对每个用户处以$5000的高额罚款，这可能很快达到数十亿美元。近几个月来， TikTok 和字节跳动始终拒绝考虑分家。美国担心中国政府会获取美国人的 TikTok 数据，并通过该平台影响公众舆论。这两家公司拒绝了这些指控。尽管如此，这些担忧还是促使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禁止 TikTok 的法律。拜登总统希望让他的继任者发挥主导作用，但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即将卸任的乔·拜登总统的政府显然不想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天处理 TikTok 禁令的问题。白宫宣布将由特朗普来执行这项法律。此举旨在表明美国公司的违法行为不会受到惩罚。然而，这对 TikTok 来说还不够。据媒体报道，尤其是对该应用的合作伙伴来说，他们受到了处罚的威胁。周五， TikTok 要求政府至少向最重要的技术服务提供商做出直接保证，否则将关闭在美国的平台。白宫表示，他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清晰度，并将这一声明视为一种示范行动。女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说，我认为 TikTok 或任何其他公司都没有理由在特朗普政府周一接管之前采取行动。在截止日期前关闭， TikTok 还是关闭了，甚至在周六晚上截止日期之前就关闭了。同属字节跳动集团的视频编辑应用程序 CapCut 和 TikTok 替代软件 Lemonade 也停止了运行。字节跳动的这些应用程序在应用程序商店中也不再可用。许多用户在 X 等其他网络平台上发泄他们的愤怒。美国用户现在看到这款应用中的提示，表明美国法律禁止其在美国运营。不过，也有消息称，幸运的是，特朗普已承诺作为总统将与 TikTok 合作，让该应用回归。不过，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他很可能会给 TikTok 3个月的宽限期，其法律依据尚不明确。根据法律，美国总统可以批准延期90天，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进行有前景的出售谈判。在他的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曾试图通过威胁禁止 TikTok 来迫使其出售，但在法庭上失败了。此后，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平台情有独钟。特朗普认为他在 TikTok 上取得了成功，并在竞选白宫时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我为什么要除掉 TikTok？ 紧张的美中关系。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周五维持的这项法律也束缚了他作为总统的手脚。不过，他一再表示，他坚信可以为该应用达成协议。TikTok 有可能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整体紧张关系的筹码。另一个迹象表明，该平台现在在特朗普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据媒体报道，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出席特朗普周一的就职典礼。
施普林格传媒集团首席执行官呼吁欧盟禁止 TikTok。施普林格旗下有《世界报》《图片报》，其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多普夫纳在《图片报》的一篇评论中，以美国关闭 TikTok 为契机，呼吁欧盟禁止 TikTok。他列出了如下几点原因：首先，因为 TikTok 是中共特工部门的间谍工具，它使用全球用户的行为数据；第二，因为它因此日益成为反犹太主义、俄罗斯虚假信息和极有煽动的宣传工具；第三，因为该决定表明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判决适用于美国，而且唐纳德·特朗普也接受这一点，尽管他最近公开反对禁止 TikTok。 好，德国之士点评：对于上面这家传媒集团老板列出的3点，让人非常无语。现在大家明白了吧？为何德国媒体如此仇视中国，而德国这家传媒集团的后面的投资人是美国的 KKR？ 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 KKR 的背景，这里太敏感，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好，现在来看看该报道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认为这很好，美国也应该做到这一点，拜托了。但我并不反对娱乐， TikTok 是一种阻碍发展的精神桎梏。下一条评论：我同意，这不过是数字毒品而已。继续往下，我也很乐意让我们的社会摆脱它。好，我们再往下。你还想禁止什么 ？X、Snapchat、电报等等等等。我从未使用过 TikTok， 但令人担忧的是，仅仅因为你不喜欢这款应用和用户，你就可以轻率地为这种国家干预叫好。用户应该自己决定将自己的数据委托给谁，以及他们认为这些数据有多值得保护。如果父母让孩子们刷手机，那不是 TikTok 的问题。下条评论：今天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我甚至不愿意想象孩子们在家中的恐怖行为。继续往下，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撤出比没收更好。顺便问一下，我们在美国的数据该怎么办？好，再往下。2025年的言论自由太可怕了。下条评论：就在关闭前不久， TikTok 上出现了很多美国人进驻纯中文应用小红书的视频。中国网红们解释说，中国有多伟大，国家并没有那么糟糕，小红书是否更好还有待观察。继续往下。可能是被收买的美国人，或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美国人。在德国，来自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的恐怖分子的粉丝也是如此。好，再往下。脸书及其母公司元宇宙因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而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我们应该迫使元宇宙出售其欧洲业务或关闭其服务。下条评论：脸书和谷歌在中国也被禁用，所以 TikTok 在美国当然也应该被禁用。德国之士点评：以前我已经说过了，西方媒体不会报道脸书和谷歌为什么在中国无法访问，是因为当年这些美国企业说他们只遵守美国法律，而不遵守中国法律，而且不把服务器放在中国，是他们自己当年放弃了中国的业务。下条评论：这让自由之国与共产独裁政权处于同一水平。继续往下。TikTok 是中国人发明的，目的是让西方年轻人变得愚昧。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改变世界平衡的方式。再往下看。不，那是绿党让年轻人变得愚昧。下条评论：稍加改动 TikTok 被称为 COTKIT， 这就是它。我认为这是一款让人变得愚昧的应用程序。继续往下。本来就是，因此中文版每天只能使用20分钟，不能在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之间。再往下看。谷歌和元宇宙为使这项法律获得通过，向国会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这些信息却不见踪影。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数百万 TikTok 用户已直接投奔到中文应用程序小红书，以抗议这些阴谋。下条评论：
在美国，事情是真正的后果，而在我们国家，即使是最糟糕的事态发展，也只是巴拉巴拉。继续往下，这个 APP 进前与进后都一样。再往下，难道就没有人为我们的网红担忧吗？我们非常非常可怜的网红哦。再往下看啊，明智的做法是干掉 TikTok， 然后马斯克再打造新的平台，这将立即填补巨大的市场空白。下条评论，这一切都与数据有关，谷歌等公司自然会将数据据为己有。下条评论，用户的选择自由怎么办？难道我们现在必须接受家长式作风吗？每个人当然都可以自己决定使用什么服务。在德国，我们甚至不得不为我们根本不用的服务付费。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使用脸书、Instagram、Twitter、X、TikTok 或其他任何服务。我甚至可以说，我从未使用过这些服务，以后也不会使用。美国在此将自己与中国相提并论。出售 TikTok 说法的目的，显然也是为了获取数据和更有价值的算法。在中国，美国绝不会同意一家美国公司被出售并进行技术转让。继续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同意施普林格传媒集团老板的三个论点。此外，这款应用程序的短视频原则上可以训练儿童和青少年永远不要长时间专注于一个主题，这在中小学和大学里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即使在欧洲，它也是可以被踢出去的。再往下看，对中国人早就应该实行适用于在华西方公司的同样原则了。这意味着中国供应商不得运营人们每天花费数小时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仅此而已。如果他们想在西方提供任何服务，他们应该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就像我们的公司在中国必须做的那样。下条评论，特朗普已经和习近平通过电话，他觉得很棒。我相信 TikTok 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运行。继续往下，求你了，求你了 TikTok， 把 TikTok 在德国，最好是整个欧盟都关停吧。再往下看，它有什么不好的？我不使用这个平台，但这不是我禁止它的理由。自由是每个人的。再往下看，负责任的公民就不能自己决定是否使用 TikTok 吗？下条评论，这太诱人了。我也被 TikTok 诱惑过，而且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些数据来造成严重破坏。继续往下，禁令在欧盟也行得通，尽管我从未选举过他们到布鲁塞尔，但这些极左们还是成群结队地坐在那里。下条评论，那德国也该禁止 TikTok、推特、脸书和 Instagram 了。我们只应该有政府控制的媒体，其他一切都会危害民主。继续往下，美国人做到恰到好处，中国人只懂实力。让我们回想一下，30年前，德国公司是如何亲近中国的合资企业。例如，第一批高科技列车、子弹头列车是由西门子制造的，下一代列车是不公平的合资企业，中方窃取了技术。第3代列车完全由中国制造，没有德国的任何参与。如今，如果西门子仍能在德国获得订单，并且没有被中国供应商超越，那么他就可以感到高兴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公司明智的从不向中国转让核心技术，而且从日本向中国供应这些部件，因为我们可以信赖日本人的诚实和正直。再往下看，我也对 TikTok 持批评态度，太多私人数据被窃取，美国公司也这样做，但民主党人仍然在自己的国家里遵守宪法关于数据保护等方面的规定，这在中国肯定得不到保障。德国知识点评，大家看看这样的德国人多脑残，竟然完全相信他们的所谓美国民主党人天真无邪，对他们的数据一点都不感兴趣。下条评论，
在一个蓄意压制意见，不允许我们西方的公司在其国内运营此类服务的体制下，一款应用程序却被西方某些人赞誉为言论自由的支柱，甚至受到他们的维护，这是何等的讽刺！即使有世界上最好的意愿，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下条评论：美国人通过的这项法律非常明智，但我担心特朗普会知道如何绕过它，因为他自己会从中受益。这也是明智之举，因为我深信这个平台正在摧残年轻人的大脑，他们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操纵，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他们会被最娴熟的骗子和操纵者所利用。在最糟糕但并不罕见的情况下，他们会对这种交流方式上瘾。关闭 TikTok 越快越好。继续往下，没有 TikTok， 这对我们的孩子和年轻人是多大的福气啊！下条评论：如果你可以通过 VPI 翻墙，就不会有太大变化，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继续使用它。下条评论：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的监听中心设在德国威斯巴登，使用最先进的软件和飞机，如 Beech King Air， 对欧洲移动电话网络进行间谍活动。企业家、政治人物、律师、记者和外交官都在被监视，就连施普林格老板也不例外。在您疯狂诋毁 TikTok 之前，请想一想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下条评论：施普林格传媒集团老板的论点只是愚蠢的西方言论。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美国巨头的所有互联网平台都得废除，因为他们大部分免费的商业模式都是基于获取我们的数据，通常是窥探，然后加以利用和转售。我们都知道这能带来海量的收入和利润。换句话说，这与农业和制造业大相径庭，因为农业和制造业创造的是真正的基本价值。这位网友跟帖：你的愚蠢的西方言论，这一说法很能说明问题。你可能很清楚，但出于某种原因却没有说出来。美国巨头的互联网平台在中国实际上被封锁，在很大程度上，在俄罗斯也是如此。然而，当西方国家封锁今日俄罗斯等宣传频道，甚至现在封锁 TikTok 这样的愚民机构时，红色派对就会嚎啕大哭。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禁止 TikTok 非常明智，我希望特朗普能坚持下去。不过 TikTok 首席执行官可能会跪舔特朗普，让他改变主意。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